2005年初，在《生化危机4》取得巨大成功后，卡普空很快将续作提上日程。《生化危机4》大胆革新了系列玩法，却保持了核心恐怖元素，一举激发了公司上下对系列前景的信心。不过，《生化危机4》的剧情更像是条支线，主线并未推进，因此制作团队决心在新作中延续系列主线，让克里斯与威斯克等主要角色的故事继续发展。制作人竹内润和川田将央等人在立项初期就明确表示，《生化危机5》将是一部正统续作，计划在剧情上为系列多年的老生化故事线画上句号。据制作团队成员回忆，项目早在2004年便开始构思。卡普空深知开发将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因此从一开始就立志利用最新的技术打造革命性的作品。当时主创人员提出了许多宏大的创意构思，规模之大，想法之多，甚至需要在后期不断精简与取舍才能将作品变为现实。最初的开发概念包括威斯克系列核心的反派回归，将游戏舞台转移到非洲，因为系列设定中始祖病毒起源于非洲，并以《生化危机4》的玩法为基础进行开发。可以说，在项目启动阶段，主创们就确定了《生化危机5》的故事剧情将围绕克里斯对决威斯克展开，甚至让保护伞创始人斯宾塞客串登场，为老生化故事线画上句号。2015年下半年，卡普空在东京电玩展 TGS 上发布了《生化危机5》的首支预告片。当时第7世代主机浪潮初期，这支预告片才发布就震撼了许多玩家。克里斯在炽热阳光笼罩的沙漠小镇里探索，随后被怪物追逐。这些早期构想和演示内容，一方面昭示了卡普空对续作给予的厚望，也向全球的生化玩家粉丝传达信息：这一代将会围绕光亮的场景展开制作。恐怖氛围的重点是用光与暗来重新表现。竹内润曾提到，卡普空公司在开发理念上从一开始就以面向全球市场为目标，希望《生化5》在保留系列风格的同时，具有好莱坞电影般的娱乐性和全球吸引力。这种理念直接促成了《生化危机5》在题材和风格上的转变，选择非洲作为舞台，加入双人协作，强化动作射击元素。这些早期构想为后来的开发指明了方向。《生化危机5》的开发由卡普空内部经验丰富的团队负责，核心成员包括多位系列老将和新晋人才。竹内润担任本作的首席制作人，此前他曾参与初代《生化危机》以及指导《鬼武者3》《失落星球》等作品，对动作游戏和生化系列都有深刻的个人理解。川田将央以联合制作人的身份协助统筹项目，他是系列长期的开发人员之一，曾负责《生化危机爆发》等延伸作品。游戏导演的职位由安保康弘出任，他在《生化危机5》的官方职位上被称为制作总监。安保康弘也是生化系列元老级的人物，曾以程序员的身份参与初代《生化危机》的开发。另一位重要导演级人物是上田健一，其开发头衔为概念总监，但由于他本人不喜欢露面，在网络上阿段并没有查到他的相关真实面貌。上田不仅负责游戏概念与剧情提案，还参与了早期故事剧本的撰写，是《生化危机5》剧情框架的奠基者之一。在剧本方面，村田智伸和平林良章共同执笔剧情，他们根据上田健一提出的故事创意，完成了游戏情节细节的编写。值得一提的是，平林良章还兼任本作的 CG 动画主管，他后来在《生化危机2》重制版等项目中担任制作人。据竹内润介绍，开发高峰时期团队规模超过100人，其中不少成员曾参与系列前作开发，可谓集合了卡普空开发部的精英力量来进行制作。在制作中期，于2007年前后，卡普空将解散的四叶草工作室部分成员也调配至《生化危机5》项目，与主团队协同开发。卡普空在本世代转型中推行统一的跨平台开发战略，这在《生化危机5》的团队协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开发团队采用了卡普空自研的 MT Framework 游戏引擎，使得美术、程序和设计各部门在同一技术框架下工作，极大提高了效率和协同性。正如安保康弘所言，公司过去不同的项目使用不同的开发工具，浪费了大量人力。如今 MT 引擎的使用使整个公司开发流程标准化，团队之间的资源和技术可以共享，开发变得更加方便。在 MT Framework 的支持下，《生化危机5》的研发团队不仅成功实现了同时在 PS3 和 Xbox 360两个平台开发，团队内部也通过共享引擎技术，避免了内耗，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实际的创意开发中。此外，卡普空还大胆引入外部影视专业人才来协助游戏开发。
例如好莱坞导演吉姆被聘为本作过场动画导演，参与指导了50多段游戏过场演出。他借鉴电影《黑鹰坠落》等作品的镜头语言，为《生化危机5》塑造出紧张刺激的战斗场面和好莱坞风格的叙事节奏。而在游戏的玩法转型上，《生化危机5》在玩法上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从传统的生存恐怖进一步向动作射击风格靠拢。这一改变背后有多重原因。首先，前作《生化危机4》的成功证明了第三人称过肩视角实时瞄准这些创新机制深受玩家喜欢，因此竹内润的团队在新作中选择保留并强化214确立的基础玩法，并在框架上进行革新。竹内润也向媒体坦言，制作团队在最初设计《生化危机5》时就决定不在根本上改变《生化4》的玩法机制，而是对其中的元素加以改良提升。例如经典的越肩视角射击、升级武器系统都被沿袭了下来，同时通过更强大的主机硬件实现更大规模、更快节奏的战斗体验。双人合作模式的引入不仅是本作玩法上的核心亮点，也是整个开发过程中最具挑战性的决策。起初，《生化危机5》会按照单人游戏立项开发，但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开发团队意识到必须引入一种能让玩家感到前所未有的新鲜元素，才能突破系列的瓶颈。竹内润和安保康弘几经讨论后，于是在开发早期，他们做出大胆决定，将双人合作确立为生化5的核心玩法，并设计将其贯穿于整个游戏关卡设计中。安保康弘也直言，引入双人合作是整个开发项目中最困难的决定，因为这意味着要对原本的单人设计关卡和系统进行大幅度修改。开发团队最初也担心2名玩家同时行动会削弱系列传统的生存恐怖感，然而他们很快找到了解决思路，将双人合作与生存恐怖相结合，利用玩法设计制造新的紧张感。例如，当一名玩家生命濒临危险时，只有另一名玩家能及时救助。如果不及时帮助队友，导致角色死亡，游戏就会直接结束。这种相互依赖的生存压力反而强化了游戏的紧张感。正如安保康弘所说，合作就像2个人一起走入鬼屋，必须互相配合才能生存。这种设定带来的未知和挑战，绝不亚于单人游戏的生存压力。一旦配合不好，那么就是从头再来。最终，制作团队克服了种种困难，将双人合作打磨成游戏的重要卖点，认为这一改变可以让游戏变得更好。事实也证明，双人合作玩法的加入是正确的决策。在具体玩法上，《生化危机5》延续并强化了系列的动作元素，游戏几乎全程在白天明亮的环境下进行，敌人行动更敏捷，具有攻击性，玩家也拥有丰富的火力装备和近战能力。但许多媒体之后也指出，本作在中后期几乎放弃了生存恐怖的伪装，彻底转型为动作射击游戏。这种高速度、高强度的战斗节奏，使游戏更像一部火力全开的动作大片。为了适应玩法转型，卡普空对游戏技术进行了全面升级。本作是系列首度登陆第7世代主机 PS3、Xbox 360的正统作品。开发团队充分利用了新硬件的机能，他们采用 MT Framework 引擎，不仅支持多平台，同时具备强大的图形表现和物理模拟能力。《生化危机5》也应用了诸多过去主机无法实现的技术，包括高级动态光影效果、物理破坏、环境音效、超高精度建模等。例如，在游戏中，每个马基尼的手指关节都能单独运动，子弹击碎的碎片会依据真实物理四散飞溅，敌人的嘶吼会在室内环境产生回音。这些细节在前代主机上是不可想象的。美术团队还特别针对非洲强光环境进行了技术攻关，通过高动态范围渲染和色彩饱和度提升来营造光影反差，使烈日暴晒与漆黑阴影并存，从而创造一个新的恐怖氛围。竹内润提到，新时代硬件也让他们得以实现明暗鲜明对比的视觉效果和电影般的色调质感，这是诠释恐怖的新尝试，玩家在游戏中会明显感受到。当从室内阴影踏入户外阳光时，玩家视野一度会被耀眼强光所干扰，这正是开发者利用强光营造不安的一种手段。在多人联网方面，《生化危机5》也是系列里程碑式的作品。得益于 MT 引擎强大的网络功能，游戏实现了全程双人在线合作，并在游戏发行后通过 DLC 更新了系列首次出现的对战模式。卡普空官方表示，合作模式和网络要素的加入广受玩家好评，显著提高了游戏的互动性和耐玩度。当然，玩法的革新也带来一些争议，例如游戏依然不允许玩家在移动中进行射击，这种老式的坦克射击玩法
在游戏中显得有些过时。竹内润对此回应称，他们有意识地保留这一机制，以保持系列特有的紧张感和平衡性，希望玩家耐心体验完整游戏后理解这一选择。总体而言，《生化危机5》在玩法上实现了系列自诞生以来最大的一次转型，它大胆拥抱动作化、合作化的设计，为系列注入新活力。同时，凭借优秀的技术打磨，依然提供了高品质的游戏体验。这种转型既是顺应市场和技术发展的产物，也是卡普空对生化系列未来方向的一次重要探索。而在美术和剧情设计方面，开发团队也构思许久，做出了很多创意开发。生化危机5的故事背景也是首次离开了欧美地区，选择非洲作为主要舞台。这个决定既有剧情上的考虑，也有美术风格上的创新。剧情方面，系列设定中失足病毒最初就是在非洲发现的，因此在这里展开故事能够很好的将系列世界观的起源与现有剧情线索结合起来。而从美术角度来看，非洲特有的灼热阳光、荒漠村镇和原始部落元素，为游戏营造全新视觉氛围提供了绝佳契机。正如制作团队所说，让《生化危机5》发生在非洲，让我们有机会不仅在黑暗中塑造恐怖，也能在光明中呈现恐怖。非洲强烈的阳光与昏暗的阴影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明暗交替本身就带来未知和不安感。此外，开发团队还参考了电影《黑鹰坠落》等以非洲冲突为题材的作品，以塑造游戏紧张的战乱氛围。竹内润也透露，他在开发《生化危机5》时，从自己制作《失落星球》的经验中获得灵感，将那种极端环境下的生存感觉融入到了本作的场景设计中。在美术设计上，开发组对非洲元素的运用也是相当讲究。一开始 CG 中出现的场景都是典型的北非、东非小村落，黄沙漫天，土庄房屋林立，给玩家留下深刻印象。但随着剧情推进，游戏场景覆盖了部落湿地、古老遗迹、地下研究所等多样环境。美术团队力求每种环境都有浓郁的非洲风情，又各具特色。例如，在大湿地关卡中出现了身披传统非洲部落面具、手持长矛盾牌的感染者，他们被称为土著马基尼，造型灵感直接来自非洲部落武士形象，将病毒感染与土著文化相融合。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刻板印象，卡普空在敌人设计上也加入了多样化元素。除了非洲当地的居民感染者，在游戏后期也有被感染的武装雇佣兵，甚至连系列经典怪物舔食者也在非洲的新环境中登场，只不过出现的场景是在地下实验室。在角色设计上，《生化危机5》延续了系列传统的双主角模式，但这一次是一老一新的组合。系列元老克里斯搭档首次登场的新角色谢瓦，两人相互配合，相辅相成，来推动全新的双人协作玩法。开发组之所以选择克里斯作为主角，一方面是因为他在系列故事中与反派威斯克有宿命般的纠葛，这一切正为他们本作中上演宿命对决做好了铺垫。另一方面，为了回应玩家粉丝多年的期待，开发团队将初代主角克里斯重新推回聚光灯下，让他再度重新回到故事线的中心。美术开发组也对克里斯的形象进行了重新设计。安保科红表示，他们在保留克里斯经典外观特征的同时，也努力去想象并刻画他这些年来历经风雨后形象会发生怎么样的改变。制作组给出的设定是，克里斯经过艰苦训练后会变得更加强壮，以至于在本作中，克里斯的体格比过去更魁梧，甚至被美术开发组刻意设计成脖子比头还粗、手臂肌肉异常发达的夸张体型。这种设计背后的用意是体现克里斯为对抗威斯克所做的准备，不惜将自己锻炼成可以徒手与之抗衡的人形兵器。同时，美术设计师也保留了克里斯经典的绿色服装主色调，并结合现实军事装备，打造了他的 BSAA 战术制服，务求让系列老玩家一眼就认出这是熟悉的克里斯。据美术建模师山形洋介透露，他们参考了大量真实军用品，如战术背心、夜视仪、通讯器等，甚至从日本军品店借来实物作为模型素材，希望克里斯等角色的装备看起来实用且符合现实规范。连军用品店主都参与开发，提供专业意见，提出模型设计中存在不合理之处，帮助开发团队提升了角色造型的可信度。至于谢瓦，他的加入极大丰富了《生化危机5》的剧情与玩法。谢瓦被设定为 BSAA 西非分部特工，精通当地环境和语言，是克里斯在非洲行动的向导和战友。开发团队在设计谢瓦时也花费了大量心血。安保康宏坦言，谢瓦的角色设计是最要命的任务，
团队多次推倒重来，尝试将女性魅力与战士的力量融于一身。在开发早期，谢娃的人设一度有多个版本，她可能是普通平民、游击队员，甚至是某军队指挥官，拥有不同身份。美术团队为每种设想都制作了对应的实验模型，但无论在哪个版本，谢娃身上都有几个不变的要素，要拥有女主角的美丽和作为战士的勇猛决心。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测试和内部反馈，制作组最终才确定了现在的形象。谢娃身穿现代化的贴身战斗服，又兼具非洲任务环境需要的野性专属，整体造型既时尚又不失野外作战实用性。谢娃的面部轮廓也经历了多次调整。据开发团队透露，为了增加谢娃在游戏中的亲和力，美术人员甚至专门优化了她在游戏光照下的肤色与表情效果，让她在各种光线条件下都显得动人十足。谢娃的角色意义不止于颜值或设定，它实际上代表了本作的主题之一——伙伴的守护。在剧情中，吉尔为求克里斯不惜牺牲，生死未卜。克里斯始终不愿意放弃希望，即使任务险象环生，他一定要找到吉尔的下落。谢娃的加入填补了克里斯心中那份对伙伴的空缺，也在旅途中逐渐治愈了克里斯，并解开了他长久以来的心结。两个人在游戏中从陌生到建立信任，共同面对生死考验。这段并肩作战的友情不仅推动了故事线的发展，更是《生化危机5》最核心的主题。但也有媒体猜测，卡普空加入一位非洲女性主角，部分原因是为了减少种族争议带来的负面影响。对此观点，制作人竹内润在接受媒体采访中回应，开发团队并没有因为外界评论而改变游戏设计，谢娃本身就是故事中的一部分。而在剧情故事方面，《生化危机5》的剧情衔接系列多年复现，将系列多位核心角色的命运线收拢到同一条故事主轴上。克里斯与威斯克的终极对决，吉尔的失踪与营救，以及揭露保护伞公司的真相。过去几代作品中分散的故事线索，在生化5中交织，相互推动，最终在非洲的烈日火山下迎来收束，达到最终结局，以此来完结老生化故事线。后续生化危机5还通过 DLC 补完了主线剧情中缺失的细节。在2010年发布的追加章节《迷失噩梦》中，玩家可操作克里斯和吉尔潜入欧洲斯宾塞庄园，亲眼见证威斯克亲手结果斯宾塞的桥段。这原本是主游戏剧情计划中的一部分，竹内润他们曾有意让斯宾塞在正片故事中露面，但最终考虑还是把这个场景内容放到 DLC 中呈现。在正式发售前，卡普空采取了公开试玩 demo 的方式进行大规模的玩家测试兼宣传推广。2009年初，生化危机5的可玩 demo 通过线上发布，在 Xbox Live 和 PlayStation 商店提供下载。demo 包含游戏开篇的第一个大型战斗场景及会所的相关内容。试玩 demo 一经推出就大获成功。根据卡普空的官方资料，在短时间内全球下载量就突破了400万次。如此高的试玩热度，也为开发团队收集到了大量的玩家反馈。不少西方玩家在试玩后提出意见，无法移动射击的控制方式让人很不舒服。demo 试玩还引发了关于本地分屏合作显示方式的讨论。游戏采用上下屏，但每个屏幕为宽屏比例，左右有黑边的方案，让部分玩家觉得视野利用不足。竹内润也对此做出了解释，双人分屏像这样做，目的是为了避免两位角色画面垂直上下重叠，导致视觉干扰。如果全屏平分，会使每个玩家可视宽度太小，敌人更难察觉。而上下堆放又会出现两个角色在同一垂直区域重合的问题。最终团队选择现在这种左右留黑边、上下错位的显示，让角色画面分处左右，有利于双方都有良好的视野。在市场推广方面，卡普空为《生化危机5》投入了空前的资源来进行宣传。在2007年和2008年的E3展会上，卡普空陆续放出了新的宣传片和实际演示，特别是在微软的E3 2008年发布会上，制作人竹内润亲自上台带来了《生化危机5》的首次现场演示，并在展会上重点展示了《生化危机5》的双人合作玩法。这一突破性的玩法演示在现场引发了轰动，瞬间成为了全场媒体的焦点。最后，竹内润还公布了游戏的具体发售时间，在2009年3月13日星期五，并且将在北美和欧洲同步发售。而在日本方面，游戏杂志番米通在《生化危机5》发行前对竹内润进行了视频专访。2008年4月，番米通发布了对竹内润的独家视频采访。
在这段官方记录式的宣传片中，竹内润回顾了《生化危机》系列的历史，并透露了《生化危机5》开发中的一些幕后花絮，展示了早期许多开发中的片段和首次公开的实际游戏画面。卡普空美国分部甚至将这段采访制作成了英文字幕，通过卡普空的海外博客对欧美玩家进行发布。2009年3月，《生化危机5》在全球范围内陆续发售，日本地区3月5日首发，北美和欧洲则于3月13日同步上市。游戏一经推出便掀起了销售狂潮。根据卡普空官方发布的数据，《生化危机5》首批出货量就突破了400万套，游戏仅发售1周，在全球市场就供不应求。卡普空在新闻稿中称，《生化危机5》的首发出货刷新了系列纪录，对当季业绩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成绩也超越此前系列最高的《生化危机2》单一版本496万套的出货记录。事实上，发行方在游戏发售前对市场需求已有预估。根据美国 NPD 数据显示，游戏在2009年3月的美国市场销量仅 Xbox 360版首月就达 93.8 万套， PS3 版也销售将近58万5千套左右，两版合计超过152万。根据 IGN 提供的数据，在日本本土 PS3 版《生化危机5》在首周就卖出将近32万套，是当时日本市场的周销冠军。这些数据也印证了《生化危机5》首发的强势表现。《生化危机5》不但首发成绩亮眼，后续销售也是一路长红。根据卡普空2009年6月公布的相关数据，游戏全球累计出货量在当时就已经超过了500万套，这意味着在上市3个月内，《生化危机5》就成为了系列迄今销量最高的单一游戏，并正式登顶系列销量之冠。到了2010年底，随着后续黄金版的推出，《生化危机5》的销量也进一步得到增长。截至2011年，本作全球累计销量就已经超过了700万套。进入第8世代主机后，卡普空又将《生化危机5》移植到 PS4 和 Xbox One 平台，再次为整体销量添砖加瓦。根据卡普空最新的白金殿堂统计，截至2025年，本作累计销量970万套，与《生化危机6》并列白金榜第12和第13名。从商业角度来看，《生化危机5》无疑是卡普空在2000年代末最赚钱的生化作品。与系列其他作品相比，《生化危机5》的商业成功格外突出，它大幅度地超过了前作《生化危机4》的销量。根据卡普空官方白金销量排名，《生化危机5》在 PS3 与 Xbox 360平台的总销量也超过《生化危机4》在 NGC 与 PS2 平台销量的总和。实际上，直到近10年后的2017年，《生化危机5》才被后来居上的《生化危机7》在销量上赶超。《生化危机5》的火爆销量也让卡普空高层赚得盆满钵满，后续也让制作人竹内润在卡普空公司平步青云，名利双收。根据卡普空官方公开资料，截至2025年6月23日，竹内润已经混到了卡普空的管理层，领导消费者游戏第一开发部，主导包括《生化危机》在内的多个核心游戏系列，还兼任技术研究部负责人，掌握着卡普空公司未来技术布局与项目方向。《生化危机5》能取得如此惊人的销量表现，也离不开广受好评的市场反馈。《生化危机5》在发售后总体获得了正面的媒体评价，在媒体评测汇总网站 MC 上， PS3 版满分100分获得平均分84分， Xbox 360版满分100分得到平均分83分，两个版本都达到了普遍好评的级别。多家著名游戏媒体给予本作接近满分的高分评价，其中 IGN 打出了 9.0 分， GameSpot 给出了 8.5 分， Game Informer 甚至给到了 9.5 分，日本翻米通则罕见的给出38分的平均分，满分40分。4名评审中，2人给出满分。游戏媒体们几乎一致盛赞了游戏的精美画面和丰富内容。例如，官方 Xbox 杂志称游戏节奏明快，画面华丽惊艳。Game Informer 的编辑认为，《生化5》是当时画面最出色的游戏之一。IGN 点评指出，游戏具有出奇高的重玩价值，能够吸引玩家反复挑战更高难度和收集解锁要素。虽然《生化危机5》在画面表现和合作玩法上收获了不少赞誉，但很多媒体也注意到，它已经和系列传统的生存恐怖风格渐行渐远。游戏革命评论称，《生化危机5》彻底成为了一部动作大片，在游戏过半时就放下了任何生存恐怖的伪装，露出其动作射击游戏的真面目。Eurogamer 评论道，从生存恐怖冒险蜕变成了生存恐怖射击，这种为了迎合动作玩家的取向，可能会让部分老玩家失望。英国游戏边缘杂志称，游戏的玩法依然紧张刺激，只是恐怖感减弱，更像疯狂的射击游乐园。
其实从媒体评价也能看出，大家普遍都认可《生化危机5》的游戏画面和玩法设计。让人担心的是，从生存恐怖逐渐转向动作大片，一旦定下这样的制作方向，将来的游戏定位可能就很难再改变了。竹内润后来也承认，在制作完《生化危机5》后，他们开始意识到系列受众因此开始分化，一部分拥抱新风格，另一部分玩家希望回归恐怖本源。作为系列转型的重要里程碑式作品，《生化危机5》对卡普空甚至对整个游戏业界都留下了深远影响。首先就系列本身而言，本作标志着生化危机从90年代的生存恐怖范式迈向21世纪动作射击娱乐的重大转型。在商业层面，《生化危机5》的巨大成功无疑坚定了卡普空深耕动作游戏方向的信心。紧随其后，在2012年推出了《生化危机6》，延续并进一步扩大了动作化和合作化的玩法思路，甚至加入最多4人分屏的合作玩法。《生化危机6》的销量其实也不差，和5代差不多。但游戏发售后，口碑却出现了更严重的两极分化，大量批评集中在其背离了系列生存恐怖本源，忘记了初心。这也引发了卡普空高层的反思。在随后的日子里，卡普空调整了系列的制作方向。2017年推出的《生化危机7》以第一人称视角重启系列，并以回归生存恐怖的姿态重现那种缓慢而压抑的恐怖氛围。游戏发售后，不仅获得了媒体与玩家的高度评价，也再度为生化系列创下销量新高。这种制作方向上的改变，让卡普空逐渐意识到，生化系列的发展不在于一味追逐好莱坞式的爆炸场面，而在于在动作与生存恐怖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点。总的来说，《生化危机5》是一部在系列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作品，它承接了前作《生化4》革新的火炬，将系列推向动作化新高度。尽管游戏引发了一些争议和不同的声音，但这些都成为了生化系列发展道路上的宝贵经验。如果没有《生化危机5》的大胆尝试和随之而来的反思调整，就没有系列后来更加成熟多元的面貌。正如游戏结尾克里斯在夕阳中望向远方那样，《生化危机5》为老生化时代画上句号的同时，也开启了生化新纪元的曙光。全新的生化危机时代也从这里才刚刚开始。制作视频不易，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不妨在油管和 B 站关注阿段的频道，为我的视频点赞，让更多人看到。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